大家好，我是真言。8月10日晚间，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上演了令人震驚的一幕。长征7號改运載火箭升空後，原本一路正常爬升，準備將衛星送入太空。然而，僅僅飛行約85秒，火箭突然出現異常，隨後在高空解體，瞬間化成一團巨大的火球。這場突如其來的事故讓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國航天近年頻繁出現的發射異常。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目前對事故原因仍沒有給出具體說法，只表示正在進一步調查。85秒這個時間點太致命的，因為火箭剛好飛到低層大氣動壓最大的地方，也就是業界常說的 Max Q 臨界點。這時候，火箭速度極快，空氣阻力像一把巨錘，死死砸在艦體上。在這個節骨眼上炸裂，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火箭本體承受不住巨壓，結構被活活折斷；要麼就是它的核心心臟 YF-100液氧煤油發動機在極限狀態下出了故障，燃燒室穿孔或者渦輪泵直接炸裂。不管哪一種，都說明這枚火箭在最硬核的考驗面前徹底崩了。這次被炸毀的衛星，官方叫它中星4B，名字聽起來像民用，但情報界都知道，高編號的中星大部分是解放軍的戰術通信衛星，它是解放軍在南海和台海指引無人機傳輸戰術數據的核心天線。這顆衛星化為烏有，直接打亂了軍方的天基通信部署。更要命的是連帶效應，長7甲用的1級發動機和中共探月的主力長征5號是同一款，現在發動機出了疑似質量問題，整個發動機家族只能全面停飛整改。原定8月24日要用長征5號發射的嫦娥7號月球南極探測任務，大概率要跟着延期。中美現在正在搶着登月球南極。長7甲這一炸，直接把中共的登月進度拖下了水。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中國近年一直在推動航天發射高密度化，火箭要飛得更多更快，發射周期要縮短，整個產業鏈都必須承受更大的壓力。這種模式本身並不等於不安全，真正的問題在於，一旦速度變成政治任務，安全標準能不能始終排在第一位？這才是這次事故真正值得追問的地方。長征7號改並不是中國航天體系中孤立存在的一枚火箭，它背後連着的是中國龐大的液體火箭、發動機、測試、製造與發射體系。因此，這次事故接下來最值得觀察的，不只是事故調查報告，而是中國航天部門會不會對同系列產品進行全面排查，以及後續任務是否因此調整。尤其是中國近年正在加速推進月球探測、載人登月以及衛星互聯網等大型計劃，任何一次重大火箭事故都可能迫使後續任務重新進行安全評估，所以真正的震盪可能還在後面。如果只把這次事故看成一次單純的技術故障，可能還看不到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近年來，中共軍工與軍隊系統持續進行大規模反腐與人事整肅，火箭軍裝備系統以及軍工企業高層接連出事，這種環境下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其實不只是高層權力結構，而是整個系統的工作氛圍。當一個部門的主管被查，下面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怎麼把事情做好，而是這個問題會不會追到我身上？誰簽的字？誰批准的？誰提出的？誰知道問題卻沒有上報？在這種高壓環境下，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故意犯錯，而是所有人都開始害怕犯錯。於是，該拍板的不敢拍板，該叫停的不敢叫停，該提出異議的不敢說話。如果這種氛圍真的滲透到軍工與航天系統，那麼技術問題就不再只是技術問題，而會逐漸變成制度問題。所以，這次長征7號改事故最值得追問的是，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軍工體系裡，還有多少工程師敢對錯誤說不？就在長征7號改發射失敗的同一時間，中共軍政系統的詭異震盪還在持續。8月初，
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公告再次確認，多名高級軍官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等原因被處理。過去幾年，從火箭軍到裝備發展系統，再到其他軍種，高層人事震盪接連不斷。這意味着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中共軍隊現在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幾位將領落馬，而是整個指揮、裝備與人事體系持續重組。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箭發射事故，自然會被外界放在更大的政治與軍工環境中重新審視。當然，必須說清楚，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長征7號改這次事故就是軍隊反腐造成的。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一個長期處在高壓整肅的軍工體系，究竟會付出多少組織成本？這才是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與此同時，近期中共軍方退休高級將領的訃告密集出現，也引發外界關注。8月10日，官方媒體證實，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永金病逝，而這已經是短短16天內第4位接連離世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從7月22日到8月6日，原北海舰隊政委陳先鋒、原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石寶元、原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陳友元以及李永金4位老將相繼離世。官方訃告無一例外，全寫着因病醫治無效。4位將領涵蓋了陸海空及原總參謀部，都是曾握有重權的中將與少將。在中共的體制下，高階將領的訃告發布時間從來不是隨意的，背後有着極嚴格的政治審查與時間控管。16天內集中釋出4位老將的死訊，時間點正好卡在中央政治局定調5中全會召開、福建官場大清洗、長七甲火箭爆炸的敏感節骨眼上。這絕非單純的生理巧合。近年來，軍中掀起針對火箭軍裝備發展部的大清洗，無數現役將領被拔除，老將們門生故吏遍布軍中，許多人的權力網絡直接被連根拔起。高壓的政治肅殺，昔日部下的落馬，特工醫療資源在整肅中的重新劃分，無一不衝擊着軍內的舊有體系。老將訃告連發的背後，是現役將領更為慘烈的清洗。就在8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新公報首度證實，包括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徐學強、前戰略支援部隊司令李鳳彪、前空軍政委郭普孝在內的6名高級將領，其中3名為上将，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集體罷免人大代表資格。裝備發展部被清洗，直接導致了前面提到的長七甲火箭爆炸、航天品質管控崩潰。而原總參謀部軍訓部老將的離世，則映射出軍隊訓練與指揮系統的徹底混亂。上將接連落馬，中將老將病亡，整個解放軍指揮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動盪與人人自危。高压大清洗帶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軍心渙散與集體擺爛，主抓裝備的被抓，主抓訓練的落馬，基層指揮官和技術人員陷入了極度的恐懼，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出錯。在這種窒息的氛圍下，沒有人敢對有安全隱患的火箭發射喊停，沒有人敢對不合理的軍事訓練提出異議。所有人都在表面上高喊忠誠，私底下敷衍了事。長七甲火箭升空85秒後的轟然爆炸，正是這種軍心渙散、體制癱瘓在技術層面的必然反應。與此同時，地方勢力也在被清洗中。從7月24日開始，福建接連有多名廳級幹部被查。7月24日，龍岩學校黨委書記鍾發亮被查。7月27日，中國電信福建分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高金星被查。7月30日，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委原書記莊永志被查。如果再加上後續被查的其他廳級官員，短短2周左右，福建官場的震動迅速擴大。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並非集中在同一個小地方，龍岩、福州、廈門、泉州，一個個都是福建重要的政治與經濟節點。這就讓外界開始重新審視福建為什麼突然成為反腐風暴的高頻區。羅馬的官員中，
最受外界關注的無疑是泉州市委書記張義功。公開資料顯示，他長期在福建任職，曾在廈門等地工作多年。更耐人尋味的是，官員被查之前，往往仍然會正常出席公開活動。今天還在會場上講話，明天可能就成為紀委通報中的名字。這種強烈反差，才是中共官場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因為它意味着真正的調查往往早已在台面下進行。等到通報公布時，很多事情其實已經走到了最後一步。福建為什麼格外敏感？原因很簡單，福建曾經是習近平長期工作的地方。從廈門到寧德，再到福州，習近平在福建工作多年，後來一路升任福建省長。也正因如此，外界長期把福建視為觀察習近平政治人脈與舊部的重要窗口。但現在，這個曾經具有特殊政治象徵意義的地方，也開始接連出現高級官員被查。這至少說明一件事：所謂舊關係，並不是永遠有效的護身符。在中共政治體系裡，官員今天還能身居高位，並不代表明天不會成為調查對象。尤其是在高層權力重新排列的敏感時期，地方人士經濟利益和歷史關係很容易被重新翻出來解釋。更荒謬的深層危機正悄然發生在中共最高軍事指揮中樞。歷經近3年的劇烈內鬥，何衛東、張又俠、馬興瑞先後落馬，政治局目前直接缺了3名委員。中央軍委更是被洗得只剩殘局，除了張又俠、何衛東2位副主席，連同苗華、李尚福、劉振立等軍委委員全部下台。整個軍委班子如今只剩習近平與軍委副主席張生民2人，成了名副其實的2人軍委。國防部長董軍上任2年多，至今無法按慣例升任軍委委員。掌管全軍人事檔案的政治工作部主任更是長期懸缺。前2任政工部主任張揚和苗華接連出事，讓高層陷入了極度的猜忌與恐懼，寧可讓軍委癱瘓，也不敢輕易放權。大清洗過後，軍中竟然出現了無將可用的空前奇觀。中共軍改後，原本有25到32個相當於上將的戰區司令與軍種主官職位，但在近3年的軍中內訌中，此前晉升的數十名現役上將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全軍僅剩下張生民、董軍以及新晉升的楊志斌、韓盛延、張曙光、王剛等6名現役上將。掌管指揮的張又俠與掌管人事的苗華2大派系瓦解後，軍中中高層人才庫被徹底洗光，軍委聯合參謀部、政工部以及多個戰區如今只能靠代理中將硬着頭皮撐台面，用臨時工性質的代理主官來指揮大國軍隊，在中共建軍史上絕無僅有。這直接撞上了高層自己設定的政治死線。2027年8月1日建軍100年，屆時需要舉行盛大閱兵，展示一支完整統一的高級指揮隊伍。但如果到了100年慶典，受閱部隊依然由一群代理官員指揮，無疑是向全世界宣告大清洗造成的毀滅性破壞。即使10月的5中全會試圖補人，面對空空如也的上將人才庫，以及因疑心病導致的慢節奏審查，到了明年的21大新一屆中央軍委，恐怕都將面臨難產的困境。上述事件之間，目前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存在一條直接的因果鏈，但它們卻同時指向一個更加值得警惕的問題：當一個體制把忠誠放在專業之前，把政治安全放在制度效率之前，最後被消耗的究竟只是幾個官員，還是整個系統本身？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